每次看对面開門球的時候，看着拉什福德啊，假裝逼搶個5秒鐘，沒過多少時間就開始又不跑了，然後射門靴也不帶，踢得妥妥就是大爺球。過去在曼聯，全隊必須把他當大爺，像大爺一樣供着養着，不然就是不尊重他。所以這種不職業的拉什福德，沒有必要，不合適，真不合適。可是強大意志力的菲爾克魯格進行了骨折復位，仍然打算在當天就參加訓練，並且確實還參加了訓練。雖然腳趾確實存在了微小的骨折問題，但在極短的時間內對他的傷情進行了處理和降級。由於菲爾克魯格的疼痛閾值非常高，所以他咬牙堅持了下來，而且渴望參加比賽，渴望展現自己。現在看來，伯納烏的高層似乎會在今年夏天做出一些重大決策，有些決定或許會出乎外界預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維尼修斯的未來。而最讓本菲卡主帥穆里尼奧難受的是，賽前新聞發布會上他的言論引發爭議，所以本場比賽在他曾经最熟悉的巨龍球场遭到了波尔图球迷的巨幅踢否嘲讽。朋友們，今天的比赛先關注巴薩，同樣是國王杯，同樣是打西乙聯賽的球隊，同樣是非常的艱難，卻和昨天的皇馬形成了對比。然後我們關心一下 AC 米蘭的比賽，特別是法布雷加斯在科莫隊，還有 AC 米蘭的菲爾克魯格在腳趾骨折之後竟然堅持訓練，堅持上場比賽，這是怎樣的鐵人呀？節目的後半部分咱們再看一下轉會新聞，還有本菲卡對波爾圖的比賽。穆里尼奧回到了老東家，被巨型的踢否諷刺，咱們看看老帥穆里尼奧是如何應对的。喜歡的話，歡迎您用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來支持老 K。咱們的節目這就開始，3、2、1。今天的西班牙國王杯1/8決賽，巴塞羅那又上陣了。巴薩可不是皇馬，2-0客場戰勝桑坦德競技。上半場貝爾納爾和亞馬爾都造出險情，下半場第66分鐘，費蘭托雷斯單刀晃過門將，推射空門破门。補時階段第95分鐘，拉菲尼亞左路傳中，亞馬爾推射空門得手。就在最後一個球進球之前，補時第4分鐘，桑坦德競技的單刀居然胡安加西亞關鍵神撲力保球門不失啊！可以說今天的勝利完全是門將胡安加西亞拿來的。特別有意思的是，巴薩被进的球越了位的都沒有撲出去，不越位的全都被門將撲出去。要不是加西亞這個撲救的單刀，必須得打加時賽，甚至點球決勝負。今年的巴薩門將真正的徹底的讓巴薩球迷們知道了什麼叫做門神的感覺，也體會到了皇馬有庫爾圖瓦是什麼感覺。不同的是，庫爾圖瓦已經逐漸老去，但胡安加西亞正值壯年，把1-1硬生生撲成了2-2。賽後胡安加西亞得到了8.1分，全場最高，他貢獻了3次撲救，而且特別是補時這次撲救堪比就是一粒進球。賽後巴薩官方也曬出了撲出單刀的這段視頻，並且寫道：胡安加西亞太棒了。隊友費蘭托雷斯誇讚道：當時場面已經亂了，那是一次單刀，幸好我們有霍安。中後衛庫巴西也感謝道：有霍安这樣的門将來救你真是太好了。還有隊友卡薩多說，霍安的表現簡直神了，今天可以說是他把我們帶進下一輪的，他就是世界最佳門将。不過今天最後對方打單刀的18歲小將馬內什洛薩諾已經形成單刀，甚至是2打1的局面，只要選擇橫敲一下，神仙也撲不出來。可是小將畢竟是小將，太想證明自己了，那就得接受沒有證明自己的代價。那麼這一場巴薩帶來了11連勝，也追平了隊史第2長的記錄，最長的記錄是18連勝。要知道巴薩最近3次取得11連勝的賽季，最終都奪得了歐冠冠軍。是呀，11連勝一般都有贏馬競、贏皇家馬德里作為加持。但凡遇上巴薩能夠打贏這2個老冤家的年頭，巴塞羅那的實力就像今年一樣不可一世。不同的只是今年巴薩的後防實在是確實有些說不過去。好的，這場勝利挺進下一輪之後，巴薩最近16個賽季在國王杯15次闖入了8強，僅僅在21到22賽季無緣8強。當時是哈維帶領的巴薩在1/8決賽被畢爾巴鄂競技淘汰。而過去15個賽季，巴薩曾經10次闖進國王杯決賽，7次奪冠。今天下半場，菲爾明助攻費蘭托雷斯的破門，也讓他連續4場比賽貢獻了助攻，而且直接參與了7球，4場比賽是1個進球6個助攻。小將菲爾明確實是肉眼可見在長球，踢球越來越合理了。這個賽季僅僅用了21場就追平了上賽季自己用了46場才有的數據，8球9個助攻，現在已經有10個助攻了，這表現堪稱炸裂。所以同樣都是做青訓，
巴薩的拉瑪西亞一年投入4000萬，真是超值。对了，现在在过去主力门将特尔施特根回来了之後，現在選擇門將也確實是個很敏感的政治話題。在今天，在國王杯，巴薩主帥弗里克仍然選擇胡安加西亞。賽前他還專門談到了這一點，他說胡安加西亞是頭號門將，因此由他出場，而不是其他人。要知道上一輪國王杯對陣瓜達拉哈拉，巴薩的門將還是特爾施特根。弗里克說，有些球員需要休息，我們也會對他們進行保護，但我們都清楚這場比賽對我們來說有多麼重要，所以這樣的選擇就很聰明。在如此敏感的現在，如果用什琴斯尼替代，必然會導致和特爾施特根的關係更加緊張，又成為一個新的導火索。畢竟特爾施特根在巴薩是隊長，在更衣室有極大的影響力，大部分的球員在感情上都對他非常支持。如果使用特爾施特根呢，又不利於未來對他的清理，所以索性這2個人都不用。本賽季開啟單門將策略，有一個門將就用一個門將，把各方的嘴都堵上。而在弗里克來巴薩之前，過去巴薩的策略一直是由2門擔任國內杯賽的門將。另外特別有意思是，亞馬爾今天表現很謙虛，他的球沒傳好，自己進球後馬上表示歉意。其實就傳球那一瞬間，亞馬爾和萊萬沒有想到一起去，萊萬壓得有些太靠前，正常嘛，都應該落後2個身位，但萊萬的位置都快和對面的後衛平行了，估計以為亞馬爾自己要射門，已經準備想補射，但亞馬爾肯定是腳腕的幅度太大，沒傳好，傳到身後去了。正常如果橫推到萊萬的跑動線路上，萊萬這球就有了。那麼一整場下來，踢到最後95分鐘，最後技術動作有些小變形，也能夠理解。今天拉菲尼亞只替補出場了23分鐘，在拉菲尼亞上场之前，幾乎巴薩所有進攻威脅都來自亞馬爾。至於左邊打主力的拉什福德，這場踢西乙的球隊，拉什福德竟然過不了人，被對方直接單防，而且當隊友拼命的都在奔跑，都在爭搶，傳到拉什福德那裡就是原地等球，連對面西乙球隊的後衛都比拉什福德更積極。所以就能看出來過去在曼联是怎麼踢球的了吧？拉什福德完全不懂得跑動，就乾等着球到腳下。大半個賽季了，技術仍然顯得粗糙。現在在巴薩的表現越來越讓人想起到了巴塞羅那的菲利克斯，剛來的時候還挺猛，時間越久啊，就路遙知馬力。今天他右路用右腳打遠角，怎麼在左路也用左腳推遠角？到底哪一個是逆足，哪一個是順足？所以還是懶，真的懶。巴爾德在對面的腳旗桿附近護球，拉什福德竟然連接應都不接應，就站在那兒站着。其實這還算好了，在巴薩的態度比曼聯還強點，在曼聯是純粹散步，在巴薩至少還想追。不過真的感覺已經沒有心氣兒了，是真的沒有心氣兒了。被犯規，被裁判警告，第一反應不是去爭議，而是害怕。踢了半年多，還是游離在巴薩整支球隊之外。就這樣的拉什福德，巴薩你是真的想買斷？每次看對面開門球的時候，看着拉什福德啊，假裝逼搶個5秒鐘，沒過多少時間就開始又不跑了，然後射門靴也不帶，踢得妥妥就是大爺球。過去在曼聯，全隊必須把他當大爺，像大爺一樣供着養着，不然就是不尊重他。所以這種不職業的拉什福德，沒有必要，不合適，真不合適。所以亞馬爾在拉菲尼亞替補上來之後，下半場比上半場會踢得好不少。今天亞馬爾的態度也算是積極防守，無球插上也做得不錯，不像過去前幾場一拿球就想單打。今天和孔德和奧爾莫的撞牆配合次數也確實挺多，只是有幾次自己跑位隊友沒傳，還是免不了會攤手。總的來說態度可以的。最近巴薩的狀態復甦跟亞馬爾的狀態復甦是同步，也跟亞馬爾場外的事情開始消停，開始低調是同步的。看到最後1分鐘，亞馬爾仍然在奔跑，仍然在逼搶，這太棒了，這才是一個18歲球員應該有的態度。所以本場比賽在巴薩全主力上場之前，除了亞馬爾，其他沒有發揮出多少水平。其實對方西乙第一，整不好在西甲是有中游的實力。巴薩替補陣容不能說是穩吃西甲的中游球隊，所以對這種低一級別的聯賽隊伍，最重要的是不要輕敵。亞馬爾今天做得非常不錯。今天佩德里下半場替補出場了22分鐘，就這短短的20多分鐘，感覺就像穿着燕尾服在踢球一樣。面對3個人，佩德里是从容不迫，真正的頂級中場大師。他一上場，幾次處理球就讓巴薩的進攻豁然開朗。上來之後，巴薩要有條理多了，特別是防守的那腳停球，簡直是藝術。普通球員踢着玩的時候都做不到的事兒，他在比賽中還在防守的時候輕鬆就拿捏了。对面開大腳，在對抗情況下直接腳踩停球，這什麼水平啊？還是在背身回退當中。所以對方長傳打反擊，佩德里直接背身停球，舉重若輕。
這樣的停球攔截太帥了，太寫意了，一招一式盡顯大師風範。好的，巴薩最近也有好消息傳來，尤文圖斯準備向維戈塞爾塔支付500萬歐元提前簽下明格薩，而這位26歲的球員根據與巴塞羅那的轉會協議，巴塞羅那還將得到1半的補償金。對咱們巴塞羅那窮人家來說，蚊子蒼蠅也是肉啊，高興開心，太幸福了。另外就是坎塞洛已經正式租借加盟巴薩，在今天国王杯的大名單他也已經入選，這件事情辦得瀟灑漂亮，巴薩順理成章地為他完成了在西甲注冊。要知道球員注冊這一塊是巴薩球迷最怕的事。還有巴塞羅那將在下周和15歲的天才中場球員通卡拉續約，這又是一位又黑又粗又壯的小伙子。通卡拉将在今年3月10日年滿16歲，這位拉瑪西亞的天才中場，他的身體素質和技術非常出众，本賽季已經跳级代表青年 A 队出场了10次，打入4球，目前是拉瑪西亞最有前途的希望之星。OK， 今天意甲联赛另一场重头戏 ，AC 米蘭客场对阵科莫队。上半场科莫队的巴图里纳助攻，肯普夫高高一跃起，10分鐘就頭槌破門。不過第45分鐘 ，AC 米蘭的拉比奧造了點球，恩昆庫主罰大力射門命中。下半場第55分鐘，萊奧跳傳助攻，拉比奧破門，米蘭已經2-1。最後第89分鐘，仍然是拉比奧貼地斬破門，鎖定勝局3-1。這場比賽就如科莫隊的主教練法布雷加斯所說，科莫隊完全壓制住了米蘭，但對方的麥尼昂和拉比奧太強了。法布雷加斯說，我向來喜歡在賽後平靜地分析比賽，但今天實在太難了。我該怎麼向球員們解釋我們會輸掉這樣一場比賽？我今晚得好好想想，明天再和他們聊。球隊本場的表現其實不錯，我們在比賽中創造了不少亮眼的機會，但最終還是1-3輸球了。這說明我們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有時候我說話總會被誤解。我再強調一遍，今天我真的很難對比賽做出分析，我更願意把這個任務交給其他人。正常來說，這本該是一場我們能夠拿下的比賽，因為場上的主動權完全在我們這邊。我們全場應該完成了700腳傳球吧，而米蘭應該只有200腳。但門將麥尼昂他們的門將做出了多次關鍵撲救，之後他們的拉比奧的進球徹底終結了比賽。米蘭的球員個人能力實在太強了，球星的個人表現左右了比賽的走向。但我的球員們本場的表現已經足夠出色了。我印象裡，我們上一次踢出如此有統治力的表現，比賽對手同樣是米蘭，這支我從小就在電視上看他們比賽的 AC 米蘭。我現在滿心怒火的回家，但明天和球員們溝通時必須保持清醒，因為我們的隊伍還很年輕。當你完成750腳傳球的時候，出現3到4次失誤是很正常的，但被對手打進3球的感覺真的太糟糕了。如果當時我們能打進第2個球，這場比賽我們本有機會能贏下來。但米蘭陣中有一位超級門將，還有一位頂級球員，他們最終拿下了比賽。是的，法布雷加斯今天說的很客觀，確實場面上是全面的壓制了 AC 米蘭。數據方面，米蘭也是遠遠落後。但是有一點，這就是對方主教練阿萊格里的特點。米蘭這個賽季不怎麼怕強隊，但是打弱隊倒是丟了不少分。現在他們的風格就是要抓轉換的機會。踢弱隊摆大巴轉換機會少，但遇到強隊攻出來 ，AC 米蘭的機會就會多一些。另外還是那句話，老 K 對 AC 米蘭拉比奧的評價極其高，拉比奧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家豪門踢主力。這法國隊中場鐵打的主力可不是鬧着玩的，這樣的球員被 AC 米蘭撿了漏，那真的是時也運也，純粹是米蘭撿到寶了，而且還不貴。再加上莫德里奇 ，AC 米蘭本賽季真有可能衝擊意甲冠軍。所以法布雷加斯年輕人還是年輕啊，阿萊格里就喜歡被你壓着，壓出來佔據球權不可怕，真的，足球不是說靠控球權和傳遞來贏比賽的，關鍵得講效率，講對症下藥。尤其是你踢的是意甲，意甲的教練全是老油子，過去穆里尼奧來了也不好踢。法布雷加斯和阿萊格里比，經驗上差許多。如果放在賽季初，如果是米蘭的全員狀態好的時候，科摩也有可能會被米蘭壓在半場踢。但是阿萊格里的戰術如果真是壓着踢科莫，可能比賽結果就不太一樣了。AC 米蘭本賽季就是典型的遇到強隊讓出球權打反擊。不過這句話說得很對，米蘭的球員個人能力實在太強了，球星的個人表現左右了比賽的走向，也包括萊奧。那麼就 AC 米蘭主教練阿萊格里賽後的點評，他認為科莫隊在60分鐘後體能下降，失誤增多，我們米蘭能做得更好。這老江湖確實正如他所說，
科莫的團隊配合遇到了 AC 米蘭的巨星發揮，麥尼昂加拉比奧特這一後一中，要讓法布雷加斯睡不着覺了。感覺 AC 米蘭就用這套戰術，可以在歐冠跟任何強隊扳手腕。只是說呀，遇到意甲的老油條保級隊也會很艱難。8個字形容：強隊殺手，弱隊朋友。而科莫隊和上個賽季基本差不多，和強隊總能打得有來有回，但一旦僵持下來，總是自己先丟球。所以 AC 米蘭近3次擊敗科莫隊均為逆轉取勝。第一次是上賽季意甲第19輪，第二次是上賽季意甲第29輪。雖然主教練已經不同，但是科莫呀排名第6，確實是強隊。上賽季的米蘭不先丟2個球，絕不贏球，可謂逆轉之王。而在本輪比賽前，科莫在主場是5勝4平不敗戰績，米蘭在客場也是5勝4平不敗戰績。於是在這一個扳手腕當中，還是米蘭延續了自己的客場不敗戰績，並送給科莫隊主場首敗。但公平一點說，帶一個弱隊科莫，法布雷加斯真不錯，進攻打得如魚得水，有套路，踢得也漂亮。只是遇到了像馬拉多納、像普拉蒂尼一樣的拉比奧，偉大的表演，拉比奧統治了比賽。但今天老 K 最先想表揚的反而是替補27分鐘的菲爾克魯格大前鋒，他的支點作用上來之後太明顯了，精神屬性拉滿，骨裂了都能踢。有他在前場進攻直接多了一個維度，帶伤拯救球隊，日耳曼德意志戰車特有的鬥士。菲爾克魯格真是只用1-2次觸球就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大中鋒的價值。上一個為米蘭如此拼命的9號還是大吉魯。所以養好身體，菲爾克魯格很可能會是 AC 米蘭奪冠的最後一個重要拼圖。米蘭的管理層和主教練真是太懂了，米蘭真的太需要這樣一個支點型的大中鋒了。只是菲爾克魯格呀，走路還一瘸一拐的，都要參加訓練，完全是鐵人。這種硬漢真是態度決定一切。主教練賽後阿萊格里說，菲爾克魯格這個小伙子立即就表達出可以出戰的意願。他說他以前在有這種骨裂傷勢的情況下，也一直都在堅持比賽，所以我這次就把他帶在了我們身邊。我想說的是，這絕對展現了他的鬥志，這證明了菲爾克魯格是一名極具鬥志和職業精神的球員。他非常在意 AC 米蘭，因此他能回歸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哈哈，這樣的鐵人菲爾克魯格，他是在上周末米蘭客場對佛羅倫薩的比賽中首發出戰60分鐘，結果遭遇腳趾骨折。對他的傷情，媒體本來預計可能要休息一段時間，後來又說恢復時間縮短到10天左右。後來又有記者說，菲爾克魯格的目標是在踢羅馬隊的時候復出，說他可能會缺席周5的比賽，可能也會缺席周1的比賽。可是強大意志力的菲爾克魯格進行了骨折復位，仍然打算在當天就參加訓練，並且確實還參加了訓練。雖然腳趾確實存在了微小的骨折問題，但在極短的時間內對他的傷情進行了處理和降級。由於菲爾克魯格的疼痛閾值非常高，所以他咬牙堅持了下來，而且渴望參加比賽，渴望展現自己。這就是他最終能夠坐上替補席，而且還真的就打了27分鐘。我的個天，這是什麼樣的關公刮骨療傷的故事呀？好，目前關於皇馬的消息，阿韋羅亞在第一場比賽2-3輸給了阿爾瓦塞特。不過這並不意味着什麼，也不能據此就判斷阿韋羅亞當主教練的未來，這只是開始，他也只進行了1次訓練課。在皇馬這邊，現在阿韋羅亞有機會代表未來，包括26到27賽季也有機會繼續擔任主教練。但與此同時，皇馬俱樂部也會着手規劃未來，考慮在沒有他的情況下該怎麼辦。皇馬管理層內部確實非常欣賞克洛普，有許多管理層都是他的粉絲。不過這些人也同樣認為，皇馬如果要找克洛普這件事必須從克洛普這邊開始，不是皇馬去問克洛普啊，你想不想回到教練席啊？這不是皇馬的風格。皇馬只會在今年夏天，如果阿韋羅亞離任的時候才會考慮克洛普。那麼如果克洛普自己決定復出執教，他會和其他教練一起被列入皇馬的考慮名單。所以這件事最終要看克洛普未來想怎麼做。另外，除了克洛普，老佛爺還揣着另一個夢想，就是直接引進曼城超級射手哈蘭德。皇馬方面和哈蘭德的團隊還有經紀人皮門塔一直保持着溝通。在2022年哈蘭德加盟曼城之前，哈蘭德就曾經在皇馬和瓜迪奧拉執教的曼城之間做抉擇，最終選擇了英超。但哈蘭德至今仍然是西班牙的忠實擁躉，並且將加盟皇馬視為自己職業生涯的最終目標。不過這筆交易的實現難度極大，因為哈蘭德現在和曼城有超長期的合同，直到2034年。還有
皇馬必須要首先出售維尼修斯，同時簽下哈蘭德的整體成本將超過5億歐元，所以這個事兒難度太大，咱們只能且行且看着。而在冬窗，預計皇馬不會有市場動作，現在已經在為下個賽季做準備。高層對阿維羅亞充滿信任，期待他能夠帶領皇馬扭轉局面，全力衝擊西甲聯賽和歐冠的冠軍。現在看來，伯納烏的高層似乎會在今年夏天做出一些重大決策，有些決定或許會出乎外界預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維尼修斯的未來。目前皇馬內部認為最近的這場失利極為不滿，這場比賽堪稱皇馬隊史級別的恥辱，球隊的表現完全配不上皇馬，而且他們將目前的競技危機歸咎於球員，並堅信必須為下賽季做出重大調整，其中部分決定或許將帶來驚喜。目前高層仍然一個子兒都不會掏，只是給阿維羅亞畫一些空餅，期待他能帶領球隊走出困境，全力爭奪西甲冠軍和歐冠冠軍。冬窗球隊不會有任何引援動作。不過維尼修斯的事兒還真的很複雜，因為老 K 個人估計為什麼要用阿維羅亞呢？而且為什麼要說或者是聲稱要給阿維羅亞1年半的時間？關鍵就和維尼修斯續約的事兒攪在一起。維尼修斯的合同也恰好就到27年夏天結束，所以用阿維羅亞對皇馬最知根知底的人，而且最能知道老佛爺想什麼的人，而且作為一個堅定的馬德里主義者，阿維羅亞可以沒有自己的任何自尊，只要為了皇馬，他願意做任何事兒。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說服維尼修斯先續約，多續約個3年、4年、5年的，未來皇馬就算想賣掉你，也能賣個高價，主動權就不在球員維尼修斯手上，而是在皇馬手裡。所以現在皇馬也傳出消息，皇馬相信維尼修斯在阿維羅亞的手下會比在阿隆索手下更開心，而這對球員的續約會非常重要。俱樂部非常樂觀，認為阿維羅亞作為皇馬俱樂部自己的人，不想和球員發生矛盾，尤其是如果維尼修斯不續約，就將自由離隊，這會給皇馬造成巨大損失。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打阿爾瓦塞特，起碼維尼修斯是成熟了。在比賽中，阿爾瓦塞特的球迷衝着維尼修斯扔香蕉，這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但維尼修斯沒有做任何反應，他知道對方的目的就是想激怒自己。現在西甲聯盟也對這件事發表了嚴重聲明，譴責阿爾瓦塞特球迷的種族歧視，說維尼修斯，西甲與你同在。賽前，維尼修斯還遭到了種族主義的辱罵，還有球迷在街頭唱維尼修斯是猴子的歌曲。現在阿爾瓦塞特俱樂部官方也正在和警方進行聯合調查，着手識別嫌疑人。好，皇馬現在的情況最重要是姆巴佩在訓練中膝蓋仍然有不舒服，他很可能會缺席對陣萊萬特的西甲比賽。但此前有輕微肌肉不適的羅德里戈已經隨大部隊訓練，很有可能會復出。姆總姆巴佩不想再冒險了，預計將缺席本周末的西甲。而上周膝傷未癒的情況下，堅持參加西班牙超級杯決賽，他並不後悔。目前他只是希望等到自己完全擺脫不舒服的感覺，能夠踢滿全場時再復出，而這也只是時間問題。阿維羅亞和自己的教練團隊以及俱樂部的高層現在經常詢問姆巴佩的情況，了解他的感受以及他認為何時可以復出，似乎這也是一種催促，想催促他盡快回歸。不過對球員來說，世界杯就在眼前，再次倉促復出已經不在考慮的範圍。上周他為了能夠助力哈維·阿隆索的救贖，在西班牙超級杯決賽提前復出，但結果也並不理想。當時他無視自己身邊人的建議，使他原本預計的傷停時間縮短了一半。可現在他意識到，這可能並非明智之舉。最關鍵是決賽中，弗朗基·德容又對他實施了一次兇狠的鏟球，並被紅牌罰下。好在沒有加重傷情。姆巴佩知道本賽季還很長，他自己的目標也十分遠大。他既渴望為俱樂部贏得一項重要冠軍，也想率領法國隊捧起世界杯，所以他甚至可能不得不放棄下周二歐冠對陣摩納哥的比賽。对了，目前租借離队去了里昂隊的恩德里克，他在里昂的頭2周過得非常順利，在第一場比賽還有進球，而且贏了。恩德里克說：“我已經適應了里昂，感覺就像在家裡一樣，感謝這裡的工作人員和我的隊友們。里昂隊的比賽風格非常適合我，這讓我想起了帕爾梅拉斯的風格。我告訴教練，我願意打任何位置幫助球隊，我只想贏球，幫助球隊，無論是助攻、得分還是防守。我感覺來到了里昂就像在我家裡一樣，所有隊友都非常熱情地歡迎我，工作人員和豐塞卡教練也都非常友好。我已經有機會和球隊一起訓練，並逐漸融入其中。主教練豐塞卡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練，潛力巨大。他在 AC 米蘭的時候，我與他交手過。
在訓練中，我發現他非常認真坦誠，就像個超級父親，給我擁抱，幫助我融入球隊，告訴我可以踢的位置。我很高興能和他共事，希望這個賽季能有出色表現。他不僅教我戰術，也很關心球員的適應和心態，這讓我感覺在這裡非常安心和受歡迎。19歲的恩德里克情商很高，對阿隆索的被解雇，他還說：“我從阿隆索身上學到了很多，感謝皇馬球迷對我的厚愛。希望阿隆索很快就能繼續任職，而我希望能和巴西隊去世界杯。”好，今天轉會市場方面 ，AC 米蘭的麥尼昂現在和米蘭的續約進展非常順利，而尤文圖斯對費內巴切的前鋒恩內斯利很有意思，將他視為東窗引援目標。除此之外，埃弗頓、諾丁漢森林，還有利雅得勝利、基達聯合等等，許多沙特俱樂部也在關注恩內斯利。現在尤文這邊已經將奧彭達視為伊爾迪茲的替補，而且尤文和弗拉霍維奇的合作已經走到盡頭。尤文需要一名特点和乔纳森·戴維截然不同，但能夠作為他的替補或者搭檔的前鋒球員。恩內斯利，摩洛哥球員，28歲，他本賽季在土耳其超級聯賽在費內巴切10次首發7個進球，狀態很好。另外，巴塞羅那和曼聯現在都盯上了厄瓜多爾的小將卡斯蒂略。這位17歲的小將被稱為新凱塞多，球隊正打算以400萬英鎊將他出售。而據說曼聯、皇馬和巴塞羅那都加入了對他的爭奪戰。小將還到巴塞羅那的拉瑪西亞去試訓過，所以喜歡玩足球經理遊戲的朋友們，請將他加入名單。好，法國隊的中場大將坎特現在正準備放棄2500萬歐元的年薪，接受土耳其費內巴切隊800萬歐元的報價，而他剩餘約1200萬歐元的應得的薪酬將被視為轉會費處理。34歲的坎特現在在德轉的身價仍然有450萬歐元。坎特從沙特想回到土耳其聯賽，也許就是為了6月份的世界杯吧。雖然年紀已經34歲，但老 K 覺得現在法國隊的中場確實還需要坎特去踢替補。而關於阿隆索，現在有消息說，可能他不會有長時間的休息。現在有許多歐洲頂級俱樂部對他很感興趣，他依然被視為業界頂尖的教練，各俱樂部都在為了自己夏天準備和他聯繫。而利物浦方面，屋漏偏逢連夜雨，不僅主教練斯洛特的帥位不穩，而且現在布拉德利也確定賽季報銷了。儘管如此，利物浦仍然不準備在冬季引援。目前他們在右後衛的人選有弗林彭和戈麥斯，索波斯洛伊和瓊斯也可以客串。此外还有蘇格蘭小將拉姆齊，甚至有遠藤航。利物浦的防線傷的只剩6個人了，為什麼在這種時候都不買人呢？您就想一想斯洛特的帥位和去年安切洛蒂像不像？說到底，芬威集團還是把球隊當一門生意。夏窗雖然花了大錢，但那也是看在斯洛特上賽季有好成績，而且加上不少商業因素，一通操作想把球隊打造成無敵戰艦，結果變得畸形，技戰力不升反降。目前東窗後防線明顯缺人，可看到這個賽季成績一般，東窗買人又會一定程度上有溢價，所以就不願意投入。利物浦本賽季的目標還是進前4，進歐冠。如果斯洛特賽季末連歐冠席位都拿不到，那就真的危險了。所以对比曼城，对比大巴黎，利物浦俱樂部的戰略發展思路還是相形見絀。有意思的是，上個賽季非常受好評的前利物浦助教海廷加，現在加入了熱刺一線隊的教練組，將擔任助理教練。也許這將給热刺帶來巨大的幫助，搞不好熱刺的戰績就會開始反彈呀。而對利物浦來說，一個蘿蔔一個坑，既然用了范布隆克、霍斯特，那海廷加就已經回不來了。這樣的頂級副手，過去激活格拉芬貝赫最大的功臣，甚至阿諾德在海廷加的指導下防守也有進步。他是位非常優秀的防守助教。不過海廷加當主教練倒是確實很垃圾，就跟曼城的林德斯有點像。好，另外說說切爾西。切爾西目前準備在冬窗引進後衛，幫助羅塞尼爾應對繁忙的賽程。也許在冬窗剩餘的幾周內，切爾西就會動手了。在切爾西對陣阿森納賽後，主帥羅塞尼爾強調，切爾西球隊有時很難從後場組織進攻，所以一名能夠從後場組織進攻的中後衛將是一筆重要的引援。此前，切爾西曾經和雷恩的中後衛雅凱以及效力於科莫的哈克沃拉蒙傳出緋聞。目前，切爾西的隊內自從羅塞尼爾加入之後，氣氛變得好多了。現在情況有了明顯的好轉，羅塞尼爾起碼溝通能力顯而易見的強。他在接替馬雷斯卡以後，立即着手讓全隊接受他的戰術理念。除了在球隊會議上傳達信息並和全隊溝通以外，羅塞尼爾還和每位球員單獨談話，了解他們對自身角色、狀態和健康狀況的看法。這就跟過去有鮮明的對比。
過去切爾西的一些關鍵球員在馬雷斯卡執教期間感到有不滿。今天在葡萄牙杯1/4決賽，波尔图主場1-0淘汰了本菲卡。而最讓本菲卡主帥穆里尼奧難受的是，赛前新聞發布會上他的言論引發爭議，所以本场比賽在他曾经最熟悉的巨龍球场遭到了波尔图球迷的巨幅踢否嘲諷。赛前穆里尼奧表示，波爾图是一支很容易分析的球队，只要看看数据比例和各项指標就能了解波尔图的特徵。可是在中场哨響之後，在波爾圖戰勝本菲卡之後，巨龙軍團毫不猶豫地在社媒上發聲，直接回怼，用了一句簡短卻意味深長的話反擊：容易分析，難以戰勝。這條推文在短短幾分鐘內就迅速走紅。比賽從一開始對穆里尼奧來說就火藥味十足。波爾圖最為激進的一部分球迷在看台上打出了一副巨型橫幅，上面畫着如今執教本菲卡的穆里尼奧的卡通形象，手裡拿着一大疊鈔票。幾個月前，他選擇接過波爾圖的死敵本菲卡的帥位，這被視為背叛。這一點至今仍然沒有被波爾圖的球迷原諒。而賽後仍然是那個穆里尼奧，他說原因很明顯，最好的球隊輸了，最好的球隊沒進球，卻丟了一個球，就這麼簡單。我們完全掌控了比賽，本菲卡從比賽一開始到結束都佔據了主動，而我是在困難時期被請來為本菲卡帶來冠軍的。然而，對穆里尼奧的說辭已經有些疲憊的媒體態度更為直接，有報紙直接在版面上寫道：穆里尼奧應該把矛頭指向自己。哈哈，吵歸吵，穆里尼奧仍然是波爾圖隊史上最傳奇的教練。但足球說到底，本質仍然是娛樂，不論是爭吵、對抗還是極端，本質上都是娛樂的精神。可惜現在的教練、球員和球迷越來越缺乏娛樂精神。穆里尼奧作為老一輩的教練員，還是很懂得媒體需要什麼，球迷需要什麼，就3言2語就把場子給熱起來了。這也真的屬於老一輩人的從容，老藝術家的功底，所以他才是頂級流量。好，感謝大家對老 K 的支持，歡迎您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